已经是到达鱼排这边了，赶紧把这些鱼货给卖一下吧，看这些鱼货到底能卖多少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打彪哥。现在是准备过去捞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。最后一个网有大网哦，最后一个网比较短也就是5片大网加10几片小网，总共加在一起就是20几片的渔网而已啊。也就是我们这一趟外海围岛放网的最后一个网了，希望渔获多多。好的，这个网也是拉上来，看下收获怎么样吧。拉上来立马也就上来一条泥猛鱼啊，也是这一个网的第一条渔获吧。确实围岛放网今天的这些海货还是比较多的。前面这一段是小网啊，就看小网能不能来多一些小剥皮之类的吧。这边也是连续的来泥猛鱼了，前面的渔网泥猛鱼比较少，难道要在这一个网爆发吗？准备来一大群泥猛鱼吗？16枚，今天捕到的16枚数量就是屈指可数的，一只手掌都数得清。不过16枚的价格一直都是挺好的，一般都是卖40块钱左右一斤的。今天大部分的情况也都是这种1条2条的小剥皮一起来，很少看见有3、4条一起的。大海星也来了一个啊，果然小岛的旁边大海星就比较多。第一个网、第二个网的大海星就比较少啊，第3个网、第4个网就比较多了。但是大海星不值钱啊，把它丢回海里去。才刚说完啊，这边又来了一个真鲷，今天这种规格的真鲷挺多的。观赏鱼也是挺多啊，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今天上来的真鲷大部分也都是这种1斤左右的规格啊，拿来清蒸刚刚好。这一种规格的真鲷价格比较便宜啊，没有那种2斤以上的贵。这种1斤左右规格的真鲷一般都是1斤50几块钱吧，达到2斤左右就要60几块钱了，达到3斤以上1斤就要70块钱左右了。再来一条真鲷啊，要清蒸的话还是这种1斤左右的规格就刚刚好的，肉质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的。这一回倒是连续上了好几条这种规格的真鲷过来哦，而且基本每一条都活蹦乱跳的。哇，再来2条，这一下子遇到这种真鲷的鱼群了吗？一下子连续来了4、5条啊，虽然不是那些特别大条的真鲷啊，但是毕竟这个季节的真鲷还是不是特别的大条，这个季节的真鲷基本也都是以这种规格为主吧，也不会特别的小。等到下一个月的真鲷就变得比较大条了，下一个月基本也都是这些鲷壳类的旺季了，真鲷、黑鲷、黄鲷什么的都比较肥。这边又有真鲷，真的是连续的来哦，要是大真鲷鱼群就好了。但是这一段却又连续的拉不到，哇，难道是到达大网的位置了？有这么多的小剥皮，看来还不是大网啊。但是大网偶尔也会有几条小剥皮上来的，但是数量是非常少啊，有可能只是1、2条而已。这种连续有小剥皮上来的肯定也不是大网。现在的船也是感觉明显摇晃了很多啊，可能风浪就要过来了。也是准备加快点速度拉网啊，网就先不整理了。已经是夜里的10点多，接近11点了，真的要加快点速度了。要不然后面风浪过来，回去的路上还是感觉比较危险的，所以还是要加快点速度的。风也是越来越大，你们应该都能听到风的呼呼声了。好像最近几次的外海捕鱼，一到夜晚的时候都是容易遇到这个风浪过来啊。看来最近的天气预报也是真的不准，但也是没办法，我们看了天气预报说晴朗才出海的，风浪的话要等到明天才过来的呀。可能也是风浪提前过来了，这都是预料不到的。毕竟天气还是有多变性的。也只能希望天气预报能更准确一些吧。网一不整理，连续来了好多小剥皮呢。看来加快速度拉网，拉鱼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，就不会拉一下才1、2条，可能拉一下就好几条一起过来了。
小香头也来一条啊，今天的第2条。这一条剥皮的肚子圆鼓鼓的，或者是胀气了，还是真的是肥？应该是胀气了吧？等一下给它放一下气压才行，要不然一直胀气，估计想活着回去卖都有点难哦。又有真鲷过来了，也是一样的规格。今天的这些真鲷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小啊，也都是刚刚好的规格。回去的时候也带一条回去清蒸吧。英哥鱼，后面这一段应该是大网了，也是终于来了一条石斑鱼啊！这一趟围岛放网的第1条石斑鱼。本来以为这一趟围岛放网的石斑鱼会多一些呢，结果到现在才来了第1条而已啊！这一条芝麻斑，不过已经是挂掉了。挂掉的芝麻斑就不怎么值钱了，一斤也就是40-50块钱而已。后面这一段大网果然还是有鱼货的，又有英哥鱼，又有石斑鱼，又有真鲷过来的，只是相对来说鱼会少一些而已啊。差不多这一个网也是要拉网了，毕竟这一个网也是比较短啊，又来了一条这个活点鱼啊，好像也是今天外海捕鱼的第1条活点鱼吧。这一种真鲷倒是来了挺多的。英哥鱼，好像最后这一个网虽然短啊，倒是连续来了这些大条的鱼货还是挺多的，比前面的几个网都要多一些哦。好的，这样子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。来的鱼货虽然不多啊，但是那些大条的鱼货还是比前面的渔网要多一些，特别是那种1斤左右规格的那些大真鲷啊。第3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3个网收获也还行吧，有小剥皮，还有一些八爪鱼之类的，泥猛鱼也有啊，其他杂七杂八的鱼也来了一些，真鲷什么的。然后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准备返航回去卖鱼了，也已经是夜里的11点钟了。从这里开回去的话，也是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渔港那边，所以算下来到达鱼排的话，也是要2点钟左右。卖完鱼回去的话，也是要接近3点钟了。好了，现在把捕上的这些鱼放到冰箱里面保鲜住，用冰盖着，搞几条鱼货吃宵夜，杀几条泥猛鱼吧，然后用来煮面条吃。毕竟也是回去的路上啊，所以做法简单一些为好。泥猛鱼煮面条吃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我们每次回去的路上也是经常这样子吃。从这一边看就能看到近海那边灯火照鱿鱼的渔船了。就是这一种啊，灯光是真的亮啊，跟个小太阳似的。听说最近是灯火照虾了。面条也是煮好了，看起来味道也是非常的棒，连看着都是一直在流口水啊，可能因为肚子饿了。好了，我也是准备开始吃宵夜了，闻着都是挺香的。可日子如何过得安稳？看风雨飘飘洒洒，人群中也会想家。城市的高楼大厦滚出了谁的牵挂？回忆的一砖一瓦，在心底不会融化。谁不是装聋作哑，在这片风雨之中出发？凌晨的2点钟啊，终于到达鱼排这边了，准备把今天的鱼货卖一下，看能卖多少钱吧。我心疼。装了整整满1筐的小剥皮呀，估计也是要50斤左右的。果然有个56斤剥皮鱼。还有其他的一些鱼货啊，什么加吉鱼啊、英哥鱼之类的，真鲷啊、海鲤鱼之类的。我是拿到几个。我就刚刚不给抓海棠呢。所有的鱼货也卖完了啊，小剥皮比较多啊，有个56斤了。56斤的小剥皮就卖了3000多块钱了，现在已经有个65块钱，价格还是挺好的。活着的小剥皮现在价格还是挺好的，虽然是旺季啊，但是依然还是没有降价的意思。
其他的鱼货比较便宜啊，也就卖了接近2000块钱，加在一起也就有个5000块钱了，收获还算是可以的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家洗澡睡觉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南澳导标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